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量子力学，有意思吧？在我看来，这说明什么啊？说明时间旅行当中那条相当著名的悖论——外祖父杨谬是真的可能被打破了啊！你能够穿越回到过去，任意的改变历史，却并不会影响到你已经经历过的一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穿越到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。这个跟今年物理学诺奖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们来捋一捋啊。这3位科学家阿兰·阿斯佩克特、约翰·克劳瑟和安东·泽林格，因为分别利用纠缠的量子态进行了突破性的实验，验证了贝尔不等式，并得到了支持量子力学的结果而获奖。不仅让量子力学又一次通过了考验，也为基于量子信息的新技术呢扫清了道路，开创了量子信息科学。好，这中间呢有很多的专业术语啊，每个解释起来都需要花很多时间。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咱们后面再找时间慢慢讲。但从今天量子力学拿到诺奖这个结果中，咱们能得到的明确信号是什么？是量子力学越来越稳了，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被爱因斯坦坚称的不完备的理论了。因为那个幽灵般的超巨重，即使爱因斯坦穿越到了今天呢，他也不得不自己打上自己一嘴巴，承认那就是真的。既然量子力学稳了，那相应的它的一些诠释也稳了嘛。虽然直到今天，我们对于量子力学是如何动作的还是没有完全的认识，但其中的一些诠释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的。比方说，在1957年被休埃弗里特3世提出来的多世界理论。简单解释就是每当面临多个选择时呢，我们的世界都会分裂，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都会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得以实现。而这个理论以一种简单的方案解决了量子力学中的坍缩理论，后者呢会出现如薛定谔的猫一样的既死又活的荒谬状态。于是平行宇宙的大门就被打开了。既然我们每天都在做出选择，那必定有无数的宇宙被分裂了出来，而其中位于每个宇宙当中的我们呢，又进一步分裂出了更多的宇宙，简直是无穷无尽啊！其实这个观点虽然在科学界算得上是主流，但看起来也很牵强嘛，因为你很难去理解，那么多的基本相似的宇宙，它究竟在哪儿呢？但是既然现在幽灵般的超巨重都是真的，那平行宇宙也自然就向真实这边靠得更拢了。所以嘛，我说时间旅行可能根本就不是科幻，而是一种科学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见到来自于未来的时间旅行者呢？因为既然平行宇宙这么多，他们又能有多少概率能够穿越到我们这个宇宙当中呢？你说是不是？